这两天，一个在地铁里神级吵架的视频在全网彻底火了圈，场面呢挺精彩的。咱先别盲猜啊，直接看视频。你不让我过，然后你还逃票进入这个车厢，明确吧？你先打的人，大家都看到了。你身為中國人，你抵佢。你看，你现在还在挤我。不该，我说过 excuse me， 我说过了借过，我都讲过了，你不让我过，我用3种语言给你讲借过，但是你不让我过，而且这里是头等车舱，你没有买票你就进来了，对不对？你站不站地 ？Educate yourself, OK？ 你唔好講英文。You don't pay the bill and you come into the first class car. Understand? 英文啊 You can only but I say 3 languages. 你仲 You're so poor. Educate yourself. Educate yourself. 呢個咩站？一站我講過3種語言。I say 唔該 ，right? I say excuse me. I say 借過 ，right? You understand? And this is first class car. You can't come in here. You don't pay the bill. Understand? You don't know English, right? You know nothing. I said to you. You said what? I say excuse me. I say 唔該 right? 你講唔該，你睇我講咧，我講咩啊？你 just pull me 啊 ，you just pull me 啊。He pushed me. He pushed you, right? He pushed me. Impolite. You are so impolite. 刚才开场的原视频，大伙儿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啊。那可能有些没有坐过港铁东铁线的朋友不太了解，这条地铁线嘛，它有一个特殊的设定，它设有单独计费的头等车厢。啥叫头等车厢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说你花差不多双倍的车资，在站台或者车厢门口那个黄色的核准机上刷一下卡，你才能进去坐里面的软座。那如果你没有刷卡就擅自进去了，一旦被港铁的查票员抓到，对不起啊，现场直接就是500到1000的罚款。那好，那咱们今天这个事儿的矛盾点它就在这儿，就在前2天的东铁线列车上，2名涉嫌没有购买头等舱车票的香港阿叔，他为了图个清静，或者说是蹭点冷气，那非要处在普通车厢和头等车厢中间那个狭窄的连接处，2尊大佛往那一站，跟门神似的，直接把人行通道堵了个严严实实的。这个时候呢，一位内地学生他想要通过，这小哥一开始呢是客客气气的用广东话跟他们说借过一下。可谁能想到，这2个大爷他不仅不侧下身子，反而是脖子一硬，仗着自己年纪大，直接在现场开始指桑骂槐了。那后来小哥一看用广东话讲不通了，好，为了迁就沟通效率，他立刻切换成普通话跟他们讲道理。结果这2个大爷一听普通话，情绪反而更激动了，开始各种贴标签啦，无理取闹了。眼看着对方已经完全不打算讲理了，这小哥直接甩出了英语。结果这一下啊，直接把这大爷给整急眼了，扯着脖子喊出那句：“你不要跟我讲英文，我最讨厌英文了。”各位，那看热闹归看热闹，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中间藏着一个性质极其恶劣的细节。就在这个小哥试图跟他们据理力争、划清界限的时候，其中一个大叔眼看着自己嘴上占不到便宜，规则上也完全站不住脚了，居然直接伸手推了小哥一把。这个动作一出来啊，性质可以说是完全变了。那这一推掉是啥呀？推掉是这俩大爷身上最后一点点属于长辈的尊严和体面，把他们彻底打回了无理取闹、恃强凌弱的野蛮原形。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随意动手推搡他人，这可不是什么脾气不好，这在法律上已经涉嫌触犯普通袭击罪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呀。那小哥当时的情绪爆发，那叫正当防卫式的愤怒。我跟你讲规则，你跟我耍无赖，我跟你动嘴沟通，你居然跟我动手推搡。大伙儿在评论区里说得好啊，到底谁才是那个出门在外破坏公共秩序和治安的不安定因素？那一推啊，其实恰恰暴露了大叔内心的虚弱和气急败坏。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过去无往不利的年龄牌和资历牌，在现代讲规矩、讲法律的年轻人面前彻底失效了。而整个视频里最耐人寻味也最戳中围观者爽点的一幕，那恰恰发生在小哥被激怒后情绪大爆发，切入高密度英文输出的瞬间。大叔面对那串劈头盖脸砸过来的流利英文，喊出了那一句：“你唔好講英文，我最憎講英文嘅。”那这句话一发到网上，立刻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有相当一部分网友在看完这段后，直呼这是现实版的魔法对轰。
为什么大叔一听到英文，刚才那种气势汹汹的气瞬间就灭了一半啊？甚至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有这个网友就分析说啊，这背后呢，其实折射出不同代际人群的心理舒适区。在大叔他们那一辈人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里啊，那粤语呢是本土市井的烟火气，这普通话是近年来两地频繁交融的纽带。而英语啊，在过去的某些特定历史语境下，它往往天然带着一种公事公办、法理严明，甚至代表着某种上层规则的刻板印象。小哥突然切换成这种高密度的法律和规则语汇，在语速和逻辑上瞬间就形成了一种降维打击，让大叔在自己熟悉的方言逻辑里找不到反击的话术，那只能仓促的用一句“我最讨厌英文”来掩饰自己当下的被动和尴尬。那当然呢，也有不少香港本地的网民劝大家不要过度解读，他们觉得大叔说这句话可能纯粹就是因为自己听不懂啊，在1对1争吵的高压环境下，面对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语言，就产生了一种本能的焦虑、抗拒和破防。但是不管怎么说啊，那小哥的这一次3语切换，在所有的围观者看来，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语言能力，而在尝试了方言、国语都无法建立有效的沟通，甚至是遭到了对方无理的肢体推搡后，一种有理有节的自我保护。他用这种方式在彼此之间拉开了一个安全的法理边界，把问题从泼妇骂街的泥潭里拔了出来，直接交给了规则和逻辑。所以咱把这件地铁口角往深了看，核心起因从来就不是什么地域矛盾，而是一个纯粹的规则问题和公共素质问题。港铁东铁线的头等车厢，人家既然制定了单独计费的规则，那所有人都应该遵守嘛。你没有买票，卡在连接处当门神，这本身它就不占理啊。人家正常通过的路人要过去，那你稍微侧个身子让一下嘛，举手之劳。这个事儿连朵浪花都翻不起来。但是吧，这俩大爷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方在于，他们把一个简单的让不让路的公共道德问题强行拔高成了我是长辈，你该听我的资历问题。就是在他们这个逻辑里就似乎觉得，那我是本地的长辈，你是个年轻的后生仔，就算是我挡了道，就算我没有买票，那甚至是我动手推了你，你也得给我憋着受着。各位，这种倚老卖老、胡搅蛮缠的旧思维，才是真正点燃全网怒火的导火索。那现在公共空间的规矩是靠人人守序、彼此尊重来维持的，绝不是靠谁年纪大、谁嗓门响、谁手脚不干净就能随意践踏的。连最基本的别挡道的公德心都没有，最后被人用实力反击到无话可说，那真的叫咎由自取啊。那反观这位内地学生出门在外遇到这种事儿，换成脾气暴躁的，估计早就一拳挥了过去，最后有理也变成没理。但是这位小哥他没有动粗，而是用自己的实力和脑子给对方来了一场全方位的精神洗礼。最后视频爆火之后呢，大家的眼睛真的全都是雪亮的在香港本地的社交网络和讨论区上，大批的香港网民不仅没有护短，反而全都在痛骂这两个大爷丢人现眼啦，为老不尊啦。那几乎是一边倒的在支持和赞赏这位内地学生。这个细节吧，我觉得非常重要，它有力的说明了一件事儿，在这个时代明事理讲规矩的人永远是社会的大多数。所以这件事绝不能也不应该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放大成什么地域对立。那大家之所以对这个视频产生这么大的共鸣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极其反感公共空间里那些破坏规则还试图用资历压人的恶习。时代变了现在真的不是谁嗓门大谁活得久谁就有理的年代了。现在的年轻人读过书见过世界，懂法治明规则，他们出门在外的底气不是靠撒泼打滚，而是靠自身的实力和根植于内心的修养。那通过这件事我也想跟所有出门在外的朋友说一句，以后咱们在公共场合遇到类似的情况，那遇到这种不讲道理甚至试探性动手动脚的人，咱们千万别盲目的忍气吞声，只要咱们守规矩站这里，就大大方方有理有节的把话说明白。那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到处都是镜头，到底是谁在制造问题，谁在动手挑事，公道自在人心。最后如果换成你们在地铁上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做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咱下期再见。